明远，我接到子涵了，你在哪？我要去接我兄弟一下，你和子涵打车回去吧。爸爸，你是我的爸爸，我不喜欢这个哥哥。你为什么没跟我说是你逼周子涵回家给你取钱的，还把那500块藏起来了？青春期小孩打打闹闹很正常，没必要上升到欺负霸凌的程度。你是没看到子涵身上的伤，还是没看到江成宇抢劫子涵？我们离婚吧。全体起立。被告属正当防卫，当庭释放。谢谢您救了我们全家，谢谢。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这是国内第一例正当防卫无罪释放的案例，也延续了许清源律师100%胜率的神话。妈妈，我不要穿衣服，不要去上学，上学会有人欺负我。许小姐，目前小朋友因为霸凌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心理创伤，需要父母亲人给予加倍的呵护和照顾，这样他的病情才能有所好转。子涵乖，我们今天不去学校，去看欺负你的人受惩罚好不好？爸爸已经去帮你惩罚坏人了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师哥，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？我听说你们家的案子了。话说当年你可是律师界头把交椅的存在，100%的胜率现在还是神话呢，还把案子全权交给老公管。我已经跟自己约定过，以后所有精力都放在家庭上。那接受调解也是你的意思了？什么调解？我之前已经明确表达过，我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调解。可是听说你老公周明远今天已经签了谅解书。签了谅解书？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您稍后再拨。Sorry。我先自提3杯，这第1杯当然是给我的好兄弟周明远，谢谢你愿意接受调解，再给程宇一次机会。今天正好也是他的14岁生日。谢谢周叔叔，其实我只是想跟妹妹一起玩，不知道怎么会变成这样，以后我一定会注意。师姐，你跟我还这么客气，都是清源小题大做，什么霸凌，就是小孩子间的打打闹闹，他还非要闹上法律。不是我说你明远，你老婆也太自不量力了。江瑞师姐可是我们法律系的高材生，又是一线律所名城的头牌律师，那个许清源竟然想在法庭上讨到便宜，真是可笑。明远，想当年你也是我们系的系草，怎么看上一个普普通通的许清源？就是，话说当年我们都以为你们俩是一对呢。说什么呢？我和周明远就是兄弟，你们别乱点鸳鸯谱啊，是吧？好兄弟。什么叫乱点鸳鸯谱？你们俩现在一个霸总，一个大律师，多登对呀！我看明远你就直接踹了许清源，和江瑞姐凑一对得了。再说可就过了啊！来，我再提1杯，敬我和周明远的兄弟情。好了好了，先不说我了，今天的主角是江瑞师姐。祝江瑞师姐即将成为明城的合伙人，不愧是我心目中最强、最优秀的女人。这不是江蕊师姐最喜欢的花吗？红色郁金香。周明远还说你小子没二心，跟我们还藏着呢。我喜欢红玫瑰，红色郁金香更衬你。相信我，而且这种花的花语是深情、热烈的爱。以兄弟的名义偷偷爱一场，周明远，你好陶醉于自己编织的美梦。这最后1杯还是得感谢我的好兄弟明远，在我回国的这段时间里，帮忙找房子，给我推荐工作，甚至帮我接送孩子上学。不说了，都在酒里。交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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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交杯。好兄弟，我和程宇被房东赶出来了。你们别着急，我马上到。怎么了？我兄弟有点急事儿，我去处理一下。明远，我接到子涵了，你在哪儿？我要去接我兄弟一下，你和子涵打车回去吧。原来他口中的兄弟一直是江润，好一个兄弟情深。周叔叔，你都和我妈喝交杯酒了，
我是不是该改口叫你爸爸了？对呀，周明远，我当时是不是说了，我生了孩子你就是干爹，你不会忘了吧？没忘没忘，我永远是你们最坚实的靠山。爸爸，你是我的爸爸，我不喜欢这个哥哥，他总是在学校欺负我，我不要你当他爸爸。你怎么来了？还带着孩子一起来？你为什么擅自签了谅解书？我说过我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调解。青春期小孩打打闹闹很正常，没必要上升到欺负霸凌的程度。难道你要和江瑞师姐对簿公堂吗？江瑞姐可是大律师，你呢？天天在家待着，知道什么是法律，什么是法条吗？哎，周明远，哪有你这么说话的？来，清源，我替周明远向你道歉，都在酒里了。恶心！行了，快去哄哄你的小娇妻吧，毕竟她不像我，心这么大。清源，刚刚我喝多了，和他们说的都是一些玩笑话，你别当真。可是我没喝多，我们离婚吧。我们离婚吧，其他一切都归你，子涵跟我。你能不能不闹了？你别忘了自己的身份，上市公司总裁夫人，你的婚姻还轮不到你自己做主。而且你刚跟江瑞闹完矛盾就跟我离婚，你让江瑞以后怎么做人？事到如今，你在意的还是江瑞。我说了，我和他就是兄弟。你和子涵先回去，我处理完这边马上回去。我说了，我和他就是兄弟。子涵乖，把牛奶喝了睡觉。这是爸爸送你的生日礼物，你平常都宝贝的不得了，怎么扔垃圾桶了？因为爸爸坏。宝贝，我们不要爸爸了，好不好？好。所以，我向你求婚的时候，你犹豫的那30秒，期待的究竟是谁的脸？你愿意娶我吗？我愿意。Rose 徐，我好喜欢你，希望以后也可以成为你这样的律师。可以在您的大作上签个名吗？当然可以。谢谢。师哥，这是我的收山之作，因为我马上要结婚了。爱到不敢冒险，成了你的傀儡，1年2年才看见我有多这里有几份文件需要你签字。爱到妥协，到头来还是无解，抱着你。
今天好像是我们2个人的结婚纪念日，你想怎么庆祝？就在家吃顿饭好了，正好我也有话想跟你说，就当是我们最后的诀别。外面突然下雨，幸好花喝酒没事儿。你小子啊，这么多年了还用我的生日当大门密码，不会真的暗恋我吧？真是知根知底的好兄弟。你们家有这本书还是这书归我了 ？Rose X 可是我的偶像。再说清源应该也看不懂这么专业的法律书吧？不知道哪儿来的书，送你了。你怎么来了？今天是你的结婚纪念日，我就知道你不会讨人欢心，所以兄弟我亲自出马，帮你准备好了。我先去洗个澡，我记得卫生间应该在那边。里面有清源的睡衣，你先穿着。你怎么又忘了？我不喜欢女生这种粉粉嫩嫩、带花边蕾丝的衣服，还是拿你的衬衣或者 T 恤给我吧。好。周明远，你快点儿！给你。我有点不舒服，先回房休息了。别呀，我们正准备开酒呢。不用管他，咱俩喝就行。清源，你想好回归了吗？以你的资历，当年退出绿障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我想好了，师哥，我要重启职业生涯。不过我有一个要求，我付出的第一个官司就要打我女儿的校园霸凌案。子涵，没有爸爸，妈妈也可以为你报仇。从现在起，你要配合妈妈做一件事。你记住，如果下次江成宇再欺负你，你就说你可以给他钱，然后把他带到家里，把你的储蓄罐给他。为什么？乖，按照妈妈说的做就对了。记住，一定要把江成宇引到家里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妈妈不哭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如果你和爸爸想分开生活，子涵愿意跟妈妈一起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没什么，就是在学校玩游戏弄的，爸爸不让说。好，妈妈不问了。我不会让江成宇以霸凌入罪，那样太便宜你们了。我要让他以入室抢劫入罪，把牢底坐穿。我的结婚纪念日竟然成了江瑞和周明远的优惠日，真是可笑。以前我和明远经常一起喝酒，都是我照顾他，有时候喝多了还经常睡一张床。你不会介意哦？你们自便。许清源，你真是沉得住气，我倒要看你能忍多久。老师，我要给周子涵办理转学。子涵妈妈，确定要给孩子转校吗？是，我觉得这个环境已经不适合子涵了。我明白，所以今天我自作主张，把江成宇的父母也请来了，你们可以好好谈谈。成宇爸爸妈妈，你们总算来了。老师，您说这是江成宇的爸爸？子涵妈妈，你为什么总是揪着小孩子的一些打打闹闹来找事，还告到老师这儿？我觉得你与其在这上赶着做别人的便宜爸爸，不如分一点精力给自己孩子。不是，你到底是谁的家长？我知道，我今天以成宇爸爸的身份出现让你不快，但我只是帮江如一个忙而已。我说了，我们就是兄弟而已，你为什么就是不信？你扪心自问，自己信吗？你不信不代表不存在。我和周明远认识这么久，要有事早就有事了。现在有也来得及啊。
子涵，子涵怎么样？你把子涵怎么了？我还没用力推他就倒了，废物！程宇，程宇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，程宇？周明远，人家都欺负到家里了，你还在偏袒别人，在你心里，子涵到底算什么？够了！你能不能别就这点事不放？你看看你现在和泼妇有什么区别？就不能像江蕊一样体面一些吗？体面？好啊，我已经起诉了。我看看江成宇吃官司那天，他江瑞还体面得起来吗？我懒得和你计较，这几天你自己在家好好反省。许清源，你还想起诉？你知道法院门朝哪边开，起诉我儿子要用哪条法律法规吗？等开庭那天，自然见分晓。周明远，既然你保护不了女儿，那我只能用自己的方式来保护她。你们先住在这里，这里离公司近，周围也很方便。谢谢你，师哥。我们之间还说什么谢？对了，我帮你安排了几个业内顶尖杂志的采访，他们一听说是 Rose 秀要复出，都上赶着要约采。好，就安排在我出庭当天吧。清源，这案子你有把握胜诉吗？我现在的目标不是胜诉，而是把江成宇送进去。程宇，你和子涵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我想看看子涵妹妹的储蓄罐，她不想给我看，拉扯的时候储蓄罐掉到地上摔碎了，就是这样。周明远，你不会不相信程宇吧？咱俩什么关系？我怎么可能让自己的孩子欺负子涵？我知道你们没有恶意，但清源就扯着这一点，非要闹到法庭上。这么点事儿，至于吗？我已经勒令全市有头有脸的律师禁止接这个案子。你们放心，这官司他赢不了。还是你最靠谱。许清源一个家庭主妇，无权无势，离开周明远什么都不是。我怕他做什么？别到时候我上庭把你的小娇妻打哭了，你又心疼。怎么会？你放心打，这几年周太太的名头让她过得太舒坦，也该吃点苦头了。你说什么？有律师接了许清源的案子？不可能，我已经和全城律师打过招呼，没人敢越过我接这起案子。不是我说，许清源一个家庭主妇，没人脉没文化，怎么可能找到肯帮他的律师？即便能找到，也是那种不入流的。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哪个三流律师想蹭这个案件的热度，来抬高自己的身价。极有可能，毕竟周太太这个头衔还是很有光环的。关于周氏集团总裁太太起诉的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，不日将开庭审理。不是我背后说坏话，清源也太不尊重你了，不顾舆论对你的影响，执意要起诉，把你放在火上烤。所以师姐，你到时候一定不要手下留情，给他点教训也好。去查一下对方的代理律师是什么人。周总，查不到对方代理律师的任何信息。查不到，连信息都查不到，果然是个不入流的野鸡律师。周总，据我们了解，您太太起诉的就是您身边这位江瑞小姐的儿子，您却与被告一起出庭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听说您下令京市所有律所都不可以接这个案子，但据悉原告已经找到代理律师，您觉得会是谁和您作对？是谁都无所谓，如你所见，这种必输的案子，任何一个有经验的律师都不会接。这么不错，我们断定他也就是个蹭热度的三流律师罢了。是爷，现在看看这名字，好像是对方的代理律师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原告的代理律师许清源。我是原告的代理律师许清源。清源，你别开玩笑了，你怎么可能是律师，还学别人穿律师袍？你看你现在像什么样？把这衣服给我脱了！你有什么资格命令我做事？清源，有的人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，你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普通人也敢在这冒充律师，不是穿上绿袍就是律师的。你知道有律师职业证件这个东西吗？别闹了行吗？你还嫌丢人丢的不够？你觉得我在闹？我是在为女儿伸张正义。女儿根本就没事，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件事闹得人尽皆知？现在还在这里装辩护律师，
你到底有没有考虑过我和集团的声誉？事到如今，你考虑的还是自己的面子和事业，真是一如既往让人失望。别走啊！这么着急离开，是怕被揭穿贾律师的身份吗？贾律师，这年头还有人敢在法院门口冒充律师，真是胆大包天。是啊，假冒律师是违规行为，后果非常严重。听见了吗？要么乖乖的道歉，然后滚蛋，要么掏出你的律师证件。好，既然你们这么想看，我就满足你们一下。要么乖乖的道歉，然后滚蛋，要么掏出你的律师证件。好，既然你们这么想看，我就满足你们一下。我知道你还在为我和江瑞师姐的事情闹脾气，但你也不能冒充律师啊！赶快脱掉这身衣服，跟我回家。周明远，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关系，你没资格管我。什么叫没有关系？我是你老公，你怎么能说这种话？清源，我明白你这些年一直窝在厨房、灶台边，照顾家里、带孩子，也想成为像我这样事业成功的独立女性，想成为孩子心目中的完美妈妈。但你千不该万不该冒充律师啊！何以见得我是冒充？成为律师首先要通过司法考试，单这一条就能刷掉无数人。想当年我可是考了3次才通过法考，你一个从来没接触过法律法条的人，怎么可能考过？你出身普通，学历也普通，根本不可能做到。我出身普通，学历普通，你怎么知道我没接触过法律？我也可以告诉你一个常识，按照刑法第246条，你再继续诽谤我不是律师，我有权利提起告诉你，情节严重者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。这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有律师证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你什么时候去考的律师证？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？你竟然为了和江蕊师姐作对，专门去做了假律师证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知不知道这是违法的？把律师证还我！我警告你，根据律师法相关规定，损坏、抢夺律师证是违法行为，你最好马上归还。我今天还就撕了，也好过你拿着假证招摇撞骗，丢人现眼。你敢？周明远，你等着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吧。许清源，装腔作势也要有个限度，你拿假律师证来骗人才是违法行为。再说，你就算是真的律师又怎么样，也不过是个野鸡律师，在圈内都没有名字。我有没有名头，照样能打败你。吹牛！你知道什么是红轩律所，什么是一线大宋吗？你知道刑法有多少章多少条吗？你读过几本专业书籍？律师从业者必读的教材《法律如何正本清源》，你读过吗？这可是我偶像 Rose 徐编纂的必读教材，上面还有他的亲笔签名，你读过吗你？我不仅读过，而且没有人比我更熟悉这本书，因为我就是 Rose 徐这本书的作者。你是 Rose 徐？这是我今天听到最好笑的笑话。Rose 徐是什么人？他不仅是我的偶像，更是我国法律界的头把交椅。而你不过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家庭主妇。是啊 ，Rose 徐不仅写作了《如何正本清源》一书，使其成为法律教育不可或缺的一本教材，更在实践中连连打破纪录，成为我国唯一一位胜率在100%的律师。这样的人虽然隐退了，但江湖永远流传着他的传说。许清源竟然冒领他的身份，实在可恶。许清源，你能不能别再闹了？你认识我以来从来没有沾过法律知识，别再丢人现眼了好吗？是啊，清源，赶快回家洗衣做饭更适合你。背法律条文这种事儿你做不来的，别在这里应承了。且不说家庭主妇和其他工种一样都值得尊敬，单就背法律条文来说，你怎么知道我做不到？你知道法律如何正本清源拼页上写的是什么？拨开迷雾，还法律以本来形象。对了，就是这句话。Rose 徐的书扉页上确实写着这句话。第5章的标题是什么？法律的界限。第7章的标题是什么？法律的本质。他都答对了，难道他真是 Rose 徐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这只是巧合。我知道了，因为这本书是从你家里拿的，你肯定是翻到过就记住了。你绝对不是 Rose 徐。他不是 Rose 徐，你是啊？什么猫猫狗狗就在这乱叫。师哥，是君泰律所的合伙人陆承泽，他可是不会轻易出山的。今天竟然为了许清源出面，看来这个许清源不简单。你是什么人？君泰律所陆承泽，也是清源的师哥。你什么时候有个师哥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不知道的事情还有很多。正好今天大家都在，我宣布
许清源将成为我们君泰新的合伙人。君泰竟然让一个这么年轻的律师当合伙人，看来许清源确实有过人之处。什么过人之处？我看是有什么猫腻吧。这位大妈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怪不得清源有底气了，原来是攀上了君泰的老板。许清源，你就是被他蛊惑才变成现在这样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看 Rose 徐10年没出现了，就联合君泰的人搞一出李代刨商，真是好计谋啊！清源，你不要一错再错，而且为了刺激我，还特意找了个男人。周明远，你说话嘴巴放干净点，我从来没有做过骗人的事，包括现在还嘴硬。许清源，你就早点认了吧，也好过被人戳穿。Rose 徐，我终于再见到你了。可以和你合张影吗？当然可以。你叫他什么 ？Rose 徐呀，许清源怎么可能是 Rose 徐？她不过是个只会洗衣做饭的家庭主妇，从来没有接触过法律知识。可她明明就是，当年就是因为她的鼓励，我今天才能成为一名有理想、有抱负的律师。还记得当初您就是在这本书上给我签的名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许清源不可能是她。Rose 徐是律政界的传奇女律师，而不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家庭主妇。我记得刚刚有人说 Rose 徐是自己的偶像。江律师，如果他真是你的偶像，那你就该认得眼前的许清源，而不是一无所知，连他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。我，请容我重新介绍一下，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胜率100%律政界的传奇，铿锵玫瑰 Rose 徐，许清源。百闻不如一见，传说中的 Rose 徐原来如此年轻貌美有气质。这次您复出有什么计划？你们都被他骗了，他们3个合起伙来骗人的。许清源，你真是疯了！冒充谁不好，偏偏冒充 Rose 徐，那可是律政界的传奇人物。谢谢你的夸奖和喜爱，不过有你这样的粉丝似乎不是我的光彩。你说什么？我陆晨泽发誓不打女人，别让我打脸。许清源，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解释？没什么好解释的，因为你从来没有试图了解过。花园门口吵吵嚷嚷的像什么话？哦，是 Rose 徐啊！听说你这次回归，期待你的精彩表现。许清源，即便你是 Rose 徐又怎样？你已经10年没有上过法庭，天天泡在柴米油盐和生活琐事里，早就失去了庭辩的能力。而我一直在一线，不信今天会输给你。那我们拭目以待。许清源，没想到你就是传说中的 Rose 徐。不过那又怎样？你今天跟我打校园霸凌案是死路一条，你胜率100%的名头怕是不保了。众所周知，校园霸凌的证据收集和固定困难，你根本没有证据证明程宇对你女儿实施过霸凌。据我所知，现在也没有证人出现来替你作证，你拿什么定我儿子的罪？许阿姨，你知道周子涵害怕的时候习惯做什么吗？他最喜欢哭着叫妈妈，活脱脱一个妈宝。我一定会让你们母子付出代价。今天过后，我让你再也无法作恶。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不过还是要谢谢你们送上门的证据，即便不能定罪，也可以做个侧面辅助的证据。什么意思？给我！给我！把手机给我！给我！你们在干什么？庭审马上开始，原告和被告律师及被告人立即入场。为维护法庭纪律，保持对法庭的严肃，现宣读以下法庭纪律：一、遵守法庭指挥与基本秩序。他们一定都会来的。宣读完毕，请审判长入庭，全体起立。现在开庭。审判长，请再等一下，还有人没到。许清源，你真是家庭主妇做久了，把法律法条都还给老师了吧？你以为法院是你家，竟然让整个法庭等你，你算哪根葱？不管什么人以什么理由都不允许打乱法庭秩序，这一点希望原告律师能够了解。审判长，你也别怪他，怪只怪他离开律政界的时间太久了，久到忘了规矩。如果原告继续干扰开庭，视作原告主动放弃辩护权利，被告方直接获胜。等等！许律师，我们来了，你们终于来了。审判长，可以开始庭审了。这份名单应该可以帮到你。这是什么？
是这2年京北校园暴力案败诉的家长的联系方式。他们如果能到庭，应该可以把子涵的案子扩大影响，也能帮他们出一口气，找到希望。您好，我是律师许清源。听说您1年前为孩子起诉同学校园霸凌，但败诉了。您有兴趣来看看霸凌者是如何堕入地狱的吗？这不是过去2年几起校园霸凌案的败诉者吗？好像真的是他们，我有印象。许律师把他们叫过来，这起案子的社会影响力便大大扩大了。难道这就是许律师坚持等他们来的原因？许清源，这就是你的如意算盘，想通过社会影响力来给审判长施压。肃静。周子涵诉江成宇霸凌一案，现在开庭。首先，请原告方律师陈述事件的事实和理由，以及诉讼要求。第一，我方申请判处被告方故意伤害罪。第二，我方申请被告方赔偿100万元，以作精神损失费和诊疗费。第三，我方要求被告方公开道歉。第四，被告方承担我方律师费。现在，请被告方代理律师陈述事件的事实和理由，以及诉讼申请。我方希望驳回原告方的所有诉讼请求，并要求原告方因对被告方造成的诬陷赔偿100万元。诉讼请求完毕，请原告方出示相关的法律事实依据。下面有请我的当事人周子涵陈述被欺负的过程。子涵不怕，把你在家跟妈妈说的那些话重复一遍就可以了。我和哥哥一起玩游戏的时候，哥哥总是让我玩一些很危险的动作，比如从高高的地方跳下去。如果我不做，哥哥就会拿橡皮筋缠我的手腕，好疼。这不可能。做得很棒，现在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所说的哥哥是指谁？子涵，你太让哥哥伤心了。成宇怎么会这么对子涵？怎么会？审判长，各位陪审员，从我方当事人的诉说过程和身上的伤痕来看，被告曾多次对我方当事人进行威胁伤害，因此我方的诉讼请求完全有理有据。这伤痕都有了，看来真是校园霸凌。谁知道这伤到什么时候用，又没有证据。肃静。现在请被告方陈述。尊敬的审判长，各位陪审员，原告说自己是被我方当事人欺负留下的伤痕，请问除了口述之外，还有哪些证据？如何证明这些伤痕是我方当事人造成的？原告方律师有相应的证据吗？没有。如果仅凭口述就能对一个人定罪，岂不是太儿戏了？尊敬的审判长，我希望您能给我方当事人一个公平公正的结果，不要让法律成为某些人利用的私刑。原告律师还有没有要补充的证据？没有。放心，妈妈一定会还你一个公道。许清源，哦，不对，是 Rose。看来今天你的连胜记录要被我打破了，以后律政界不会有你的传说。谁让你们进来的？我申请此次庭审进行网络直播，让那些以霸凌名义诬告他人的人都能看到自己的下场。现在庭审进入关键阶段 ，Rose 许因缺少实质性证据而处于下风。如果再不拿出证据，这场官司必败无疑。而他所面临的难点，也是法庭定义霸凌的难处所在。难道又要输了？我儿子也是因为缺少证据败诉。我就不应该相信这个许律师，他自己孩子的案子都打不赢，还说什么让霸凌的人下地狱，简直浪费我的时间。肃静，肃静！原告律师还有没有证据呈上，能证明被告方故意伤害？如果没有，我将直接宣判庭审结果。审判长，直接宣判吧。原告律师如果有证据，早就拿出来了，还用等到现在？好，那我将进行宣判。等一下，我虽然没有进一步的证据证明被告故意伤害，但我要追加一项罪名，这项罪名，被告将无法辩驳。我要告江成宇入室抢劫。许清源，你果然是家庭主妇做久了，连诉讼罪名都搞不清楚。成宇根本没有过入室抢劫，哪来的入室抢劫罪？这许清源是不是真的脱离律政界太久了，连罪名都搞不清楚？我们要打的是故意伤害和校园霸凌，哪是什么入室抢劫啊？我看也是，一个做了10年家庭主妇，一个是一线律师，这次肯定是被告赢。真是不知所谓。程宇根本不可能做他说的这些事情。周明远，你真是没让我失望，依然顽固不化，从来没有相信。肃静，请保持庭审现场安静。原告律师，我要告诉你，
如果提交的诉讼申请没有事实依据或法律依据，将被视作作伪证，会被追究刑事责任。审判长，我很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，我要追加的罪名就是入室抢劫。他真有证据。程宇，你到底有没有做过？没有，我没做过。同意申请。哈哈哈哈，原来是这个，这就算入室抢劫了。这不过就是孩子间的小打小闹，怎么会跟入室抢劫扯上关系？你认为的小打小闹，在法律上或许有不同的界定方式。你为什么没跟我说是你逼周子涵回家给你取钱的，还把那500块藏起来了？我不知道，这个行为很严重吗？安静，请被告律师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。原告方继续陈述。好的，审判长。根据监控视频，江成宇非法闯入周子涵家中，抢劫了共计人民币500元。该行为已经完全构成了入室抢劫罪。我申请以入室抢劫罪和故意伤害罪合并判处对方10年以上有期徒刑。什么？还可以这样，许律师果然没有骗我们。不愧是我偶像，竟然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惩治霸凌者。不过这会不会是小孩子玩闹，不构成入室抢劫呢？而且要判处被告10年以上有期徒刑，会不会量刑太重？江成宇闯进别人家里抢现金，已经基本坐实了入室抢劫的罪名。清源的做法没毛病。妈，怎么办呀？怎么办？我不想坐牢。不行，我不能坐以待毙。审判长，我合理怀疑是对方律师和原告合起伙来，在家安装摄像头，再把江成宇骗进房间钓鱼执法。审判长，我这儿还有一个 U 盘，可以证明我方当事人家里的摄像头是一直存在，并不是专门为这次入室抢劫安装的。同意申请。这视频里是被告律师和原告父亲吧？他们俩是什么关系？原被告的关系都快乱成一锅粥，趁热喝了吧。审判长，我申请撤回这一证据，这侵犯了我的个人隐私。审判长，这是安装在我方委托人家里的摄像头，是被告律师进入后被拍摄到的，不能算侵犯个人隐私。驳回被告申请。现在我宣布休庭，1小时后当场宣读庭审结果。程宇，你怎么了？审判长，我方委托人从小就有低血糖的毛病，严重犯病的时候会全身抽搐，甚至晕倒，现在应该是犯病了。我宣布现在休庭，7天后重新开庭审理。审判长，我有理由怀疑被告是在拖延时间，不能就这么休堂。许律师，如果出了事儿，谁来负责？执行。放心吧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事到如今，江瑞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，但这条路就是他的死路。怎么样，妈？我刚演的怎么样？演得特别好，时机抓得很准确，这样妈才有时间为你准备翻案的材料。我们还有机会翻案吗？当然可以，但只有一点，你要记住。可是，没有可是，庭审的时候你一定要咬紧，千万不能出差错。云远，你怎么来了？现在这种时候，我们不应该再见面了。我来看看程宇怎么样，看起来气色还不错。程宇没什么大事，都是我觉得愧对你和子安，没脸见你们。师姐，我来就是想跟你说，
你一个人长大成语不容易，难免出现一些疏漏，知错能改就还是好孩子。你真的这样觉得？当然，成语如果能改正，依然是周叔叔的好孩子。我有个不情之请，你能不能签一份谅解书？我们这个案子当和解处理。这，毕竟子涵也受到了一些伤害，现在又是清源在打这个官司，我不好过多插手。我明白，毕竟你们才是一家人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师姐。好了，程宇需要休息，你先回去吧。那程宇好好休息，我先走了。手无缚鸡之力，想打你爷爷还得多练几年呢。水管修好了，我就不多留了。没什么你不能听的，我和周明远之间没有私事和秘密。许清源，我们俩还没离婚，你就这样和别的男人不清不楚？看来你这么多天都没有回过家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，等你自己回家看看就知道。你来这儿究竟有什么事？我就是想让你在庭审的时候手下留情，给程宇一条生路。周明远，你是没看到子涵身上的伤，还是没看到江程宇抢劫子涵？我知道，这样只要你给程宇一次机会，他一定会改的。如果需要，我可以保证以后都不和师姐见面了，我们一家三口好好过日子。你笑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你很可爱。这个大冤种还不知道自己已经签了离婚协议。你们俩都给我出去！出去！你和清源到底是什么关系？现在是师哥妹关系，以后嘛，不好说。怎么，对自己这么没自信？一个雄性出现在清源身边你就害怕了？无聊。爸爸，对不起，爸爸，对不起。我的愿望是永远和爸爸妈妈在一起。等你自己回家看看就知道。什么时候签过离婚协议？什么时候？难道是那次？您拨讲的电话正在通话中。对方有意和解，您看要不要考虑一下？不考虑了，现在我是周子涵的唯一合法监护人，我们不考虑和解，也不同意签谅解书，请原话转告江瑞母子。又来做什么？我是在醉酒状态下签的离婚协议，不作数。什么孩子归你，净身出户，我不同意。你可以不同意，但是这份协议已经经过公证，是奏效的。没有其他事的话，你可以回去了。为什么一定要离婚？我们一家三口不是很幸福的吗？那是你以为的幸福。你在乎过我和子涵吗？子涵花生过敏，你知道吗？子涵发烧烧到快40度的时候，你又在哪里？你在去国外看江瑞的飞机上。既然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你不在，也没有必要继续纠缠在一起。你去找你的师姐，我和子涵有我们的生活两过。我知道我以前有很多事情做的不对，但我们始终是一家人，不能拿离婚开玩笑。没有开玩笑，离婚协议已经签好，我只要孩子，其他什么都不要。我们两不相欠。清源，是你回来了吗？
我好想你，你原谅我了是吗？是啊，我回来了，你开心吗？开心。我希望你永远不要离开我。清源，怎么是你？师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清源呢？什么清源？没有清源，只有我。师姐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昨晚喝的有点多了。没关系，我知道你们男人都是这样，提了裤子不认人。真不是这样，师姐，我真以为是清源回来了。周明远，既然你离婚了，要不我们俩凑一对得了？师姐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我们也不该发生这样的关系。我对不起你，如果以前给了你什么错觉，也是我的问题。我现在心里只有清源一个人。跟你开玩笑的，我们俩是兄弟，偶尔做做炮友也未尝不可呀，总比你在外面找要知根知底。师姐，你别这么说，我真的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你想要什么补偿都可以。你想要什么补偿都可以。那我要许清源的谅解书，有了谅解书，即便我输了官司，程宇也能落个缓刑。这有点难办。怎么，很为难吗？那就算了。不过你知道我这人大大咧咧的，万一不小心秃噜嘴，在许清源面前把昨天的事说出来，你再想挽回，可就难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真是个蠢货。其实昨晚什么都没发生，一条浴巾就足够你想入非非了。送你的红玫瑰，知道这是你的最爱。Surprise！ 妈妈最爱的是红玫瑰，不是郁金香，我都记住了。爸爸，你怎么还是记不住？谢谢师哥，还记得我的喜好。陆叔叔，我们快走吧，医生阿姨已经等很久了。张医生，子涵现在的心理情况怎么样？你放心，现在孩子已经隔绝了伤害源头，整体心理状况已经好很多了。只要继续定期复诊，很快就可以好起来。谢谢医生。不客气。不过现在孩子处在恢复的关键时刻，一定要注意保护孩子的心理健康，千万不要再让孩子受到伤害。好的，我们一定注意。现在你可以放心了，只要7天之后开庭，再把江成宇和江睿送进去，子涵一定会更加开心。放开你的手！你打够了，子涵还在呢。我有话跟你说。你干什么啊？有什么话快说，我不想放子涵一个人太久。你到底有事儿没事儿？没事我就先走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能不能给江成宇签一份谅解书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让我给伤害子涵的人签谅解书，是江睿让你来的？不是，是我自己的想法。我知道江成宇伤害了子涵，但他始终是个孩子，能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？你我都知道，江成宇已经年满14周岁，可以为自己的行为买单。不说我作为一个律师，不能让一个坏人逃脱，即便作为一个母亲，我也无法原谅伤害子涵。真的不能再考虑一下吗？只要你肯出具谅解书，我和江睿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你。还说不是江睿让你来的？你们俩现在已经可以互相代表了，是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好了，你和他是什么关系我管不着，你回去告诉江睿，
谅解书我是不会签的，有本事就和我在法庭上见。怎么样？周明远找你有什么事儿？他说让我帮江成宇出具一份谅解书，我怀疑他脑子被驴踢了。原来你也会骂人啊！我还以为光鲜亮丽的许律师永远那么不苟言笑。不过周明远应该不是脑子被驴踢了，而是被有心人利用了。原来你也会骂人啊！我还以为光鲜亮丽的许律师永远那么不苟言笑。不过周明远应该不是脑子被驴踢了，而是被有心人利用了。可能这就是周明远来找你出具谅解书的真正原因。你的意思是周明远和江睿已经发生了关系，所以他们俩现在统一战线？虽然周明远这个人多少不是个东西，但我觉得他和江睿就是单纯的师姐弟关系。这次应该是中了江睿的圈套。我以为你会落井下石，没想到你还替周明远说好话。我可不是那种小人，不屑于落井下石。就算堂堂正正，我也能战胜他。战胜他什么？你的芳心啊！师哥，我刚从一段失败的婚姻中挣脱出来，现在还在打子涵的官司，已经精疲力尽，短时间内没有再谈感情的想法。不错，我是想追你，但我也知道你现在的状态，所以我会等你处理好一切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很帅气？师哥，我刚从一段失败的婚姻中挣脱出来，现在还在打子涵的官司，已经精疲力尽，短时间内没有再谈感情的想法。不错，我是想追你，但我也知道你现在的状态，所以我会等你处理好一切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很帅气？好，我知道了，我会自己解决。你要干什么，江睿？你别去骚扰清源。师哥，你先把子涵抱回家，我稍后就回去。周明远没说动我签谅解书，你着急了？要怎么样你才肯放我一马？许阿姨，我错了，我不该伤害子涵，给她造成的创伤，我很愧疚。希望您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改过自新。好了，你们母子俩就别演戏了，有意思吗？姓许的，别给脸不要脸，识相的赶紧把谅解书给我签了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发誓不打女人和小孩，别逼我扇你。看到那辆车没有？车里有行车记录仪，即便你们逼我签了字，行车记录仪也可以证明我是被迫的，签字无效。好，算你狠，许清源，我们法庭走着瞧。江睿，我打过的官司比你看的案例都多，你最好别给耍花样，否则我把你一起送进去。谁输谁赢还未可知，我们走。你没事吧？需不需要我给你派2个保镖？不用了，反正马上就要开庭，一切都会有个结果。今天会出审判结果，您觉得结果会有利于您这边吗？上次被告方生病导致宣判结果延期，您会不会害怕有变数？上次被告方生病导致宣判结果延期，您会不会害怕有变数？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，法绝对不会向不法让步。上次庭审很不利于您这一方，这7天是否又收集了更多证据来为我方辩护？和许律师一样，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。不过今天的结果一定会出乎大家的意料，敬请期待。庭审开始，首先，双方还有没有新的证据提交？暂时没有。我这里有一份证据，足以推翻整个庭审的结果，请审判长查看。同意申请。如您所见，这是一张出生证明，证明了我方委托人的出生时间。而案发时，我方委托人江成宇尚未年满14周岁，所以不用负任何责任。就差几天也不用负责任吗？差1天都不用，真是太可恶了。如您所见，
这是一张出生证明，证明了我方委托人的出生时间。而案发时，我方委托人江成宇尚未年满14周岁，所以不用负任何责任。就差几天也不用负责任吗？差1天都不用，真是太可恶了！不得扰乱庭审现场，坐下。谢谢你愿意接受调解，再给程宇一次机会。今天正好也是他的14岁生日。你的师姐明明说是程宇的生日，那这张出生证明又是怎么回事？你也发现江瑞的证据有问题了吧？什么意思？你们早就知道江瑞会伪造证据？许清源，你处心积虑要把我儿子送进监狱，但还是棋差一招。究竟是谁棋差一招，还不好说。审判长，江瑞前2天在圣玛利亚医院用50万收买了该医院的产科医生，帮江成宇开具了一份假出生证明，就是您手上的那份。而这是圣玛利亚医院的新生儿出生记录，可以证明江瑞递交的出生证是伪造的。另外，我有证人可以证明江成宇已经过了14周岁的生日。了解，他有可能是在诈伪。造证据，这可是大罪。如果有人能证明被告已经年满14周岁，就坐实了被告律师作伪证，这下真有律师被送进去的可能啊！我承认一开始对 Rose 许的diss是大了些。那就请原告方1号证人出庭吧。许清源，你说的证人在哪儿？骗我就算了，骗审判长和陪审员可是藐视法庭罪。周明远，你还在等什么？这是清源给你的机会。我当然知道，只是这位证人还没有做好准备出场。其实就算你不出来，我也有其他证人和证据对罪。但如果你真的有良心，就应该知道这是你赎罪的最好机会。原告方律师，你到底有没有说服证人出席？法庭不是儿戏的地方。你还不打算站出来吗？控方律师，我再给你最后3秒钟，如果最后3秒依然没有证人出席的话，要治你藐视法庭罪。3、2、1。周明远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想好了再说。这就是我的1号证人，周明远。爸爸。我抗议，证人和原告是亲属关系，证词不能采用。审判长，第一，证人周明远已经和我离婚，且孩子的抚养权归我。第二，即便证人与原告有亲属关系，但只要能有其他证据辅助证明，也可以采用证人的证词。抗议无效。证人周明远，这个月1号晚7点你在哪里？我在珍宝阁参加大学同学组织的聚会。庭上有参与这场聚会的人吗？有，被告方律师江瑞就是我的大学师姐，还有被告人江成宇。据我所知，这次聚会还有另一个目的，是什么呢？那天还是一个人的生日会。这个人是谁？是被告人江成宇14周岁的生日会。也就是说，江成宇的14周岁生日是11月1号，他在实施抢劫行为的时候是11月10号，已经过了他的生日，可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而且这也说明江瑞作为被告方律师真的制造了伪证，这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审判长，这是阴谋，是周明远和许清源联合起来陷害我方当事人的阴谋。审判长，辩方律师这是污蔑。辩方律师，请注意你的用词和态度。如果没有补充，我将当庭宣判周子涵诉江成宇故意伤害罪、入室常见罪一案。全体起立。双方是否还有最后阐述？没有。现在宣读审判结果：江成宇犯罪事实确凿，多罪并罚，依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，并赔偿周子涵100万元精神损失费和诊疗费，以及承担原告方诉费。退庭。妈，我不要，我不就是拿了他几百块钱，欺负过他几回吗？儿子，妈一定会想办法救你的，你在里面好好的。审判长，我还要追加一个诉讼，我要诉江瑞扰乱法庭秩序和制造伪证罪。又追加诉讼，这许清源是铁了心要把对方律师送进去。同意申请。下面我想有请我的证人出庭。
请您自我介绍一下。我是江家的家庭医生，姓张。张医生，我想请问你，江成宇有过低血糖史吗？没有。根据江成宇的体检报告，他的身体状况良好，根本没有低血糖史。而上次庭审时的症状符合人工诱发的特征。你胡说，这是污蔑！是不是许清源给了你钱让你污蔑我们？辩方律师，请你保持安静，注意态度，否则我会治你藐视法庭之罪。依据有关条例，我认为江成宇假装生病导致庭审中断，应治为扰乱法庭秩序罪。另，江瑞为帮江成宇脱罪，伪造、篡改书证内容等，也严重违反了有关条例。现在宣读审判结果：江瑞扰乱法庭、制作伪证罪，事实确凿，多罪并罚，依法吊销其律师牌照，并终生禁止进入律师行业，以及承担原告方诉付费。退庭。太精彩了 ，Rose 许向我们展现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庭辩，这才是律师界的榜样。许律师，你的案子替我们狠狠出了口气，给了我们希望。是啊，许律师，太感谢你了，让我们和你一起见证霸凌者的下场。这都是我一个法律人应该做的事情。我可以无偿帮大家代理校园霸凌案的诉讼，如果大家需要的话。需要，太需要了。许律师，你就是我们的恩人。许律师，这将是国内载入史册的一个经典案例，对此你有什么要分享的吗？还是那句话，法不会向不法让步，即便这个不法是小小的游走在法律边缘的恶，但恶就是恶，不分大小。许律师，您后续会专注于校园霸凌案件的代理吗？周子涵小朋友，经历这些事后，你现在心情怎么样？以后还会害怕和同龄人相处吗？周子涵小朋友，抱歉，孩子需要静养。关于案件后续计划，许律师会通过君泰律所官方账号发布声明，麻烦大家让一让。清源，我知道以前我做错了太多事，我不求你立刻原谅我，能不能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？以后子涵的家长会还有复诊，我都想陪着。周先生，离婚协议已经生效，清源和子涵的生活好像轮不到你指手画脚了。我是子涵的爸爸，这是我的权利。周明远，你想弥补子涵，我不反对，但相处的节奏要由子涵决定。他愿意见你，你就来；他不想，你别勉强。子涵，想跟爸爸说话就过去。爸爸，爸爸错了，爸爸不应该那么对你和妈妈。清源，对不起，我有罪，我对外没有边界感，反而忽略了你和子涵。你对我那么多的照顾，我都视而不见。如果你真的知错了，就应该好好弥补子涵。我一定会用余生来忏悔，照顾子涵。毕竟对你，我已经无法回头。我和江蕊，其实那天晚上你和江蕊什么都没发生，你家有监控，我们都看到了。他诈你的傻仔。什么？真的吗？要不是怕你还蒙在鼓里被江蕊当枪使，我才懒得和你说，还多一个追清源的人。师哥，你又来。我说过，现在对我来说，感情是最不重要的东西。谁啊？不好意思，吓到你了。你拎着这么大的袋子做什么？猜我带了什么？哇，是天文望远镜！医生不是说让你多找找兴趣吗？我特意托朋友买的。明天晚上天气好，咱们可以去郊外看星星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！清源，江瑞那边有新动静，他被吊销执照后，到处跟同行说你恶意打压他，还在网上发长文抹黑你。我倒要看看他还能折腾出什么花样。你还来看我干什么？都是你害的！如果不是你让我装病改年龄，我根本不会被判这么久。妈妈是为了你好，不想你坐牢啊！为我好？你只是想维护你那可笑的面子。
从来都只在乎自己的事业和名声，根本不管我。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。许清源，我不会就这么算了，我要让你付出应有的代价。早上好，我送你们俩上班上学吧。吃早饭了吗？咖啡还是豆浆？帕内尼还是油条？上我的车，车里有子涵最喜欢的玩偶。真的吗？谢谢爸爸。你以后喜欢什么，爸爸都会买给你。子涵，你喜欢尼克和朱迪啊？跟陆叔叔走，陆叔叔带你去迪士尼看真的。真的吗？妈妈，我要去看朱迪和尼克。不好意思，两位，我最近也刚买了车，早餐也吃过了，就不劳烦二位了。陆承泽，我知道你喜欢清源，但我和他毕竟是10年的夫妻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我们复婚的概率怎么也比你俩在一起大。如果你能这么肯定清源会跟你复婚，还用得着大早上来这儿示好吗？我们现在是公平竞争，50对50，懂吗？别推开我，程宇坐牢了，我只有你了。师姐，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我错把崇拜当感情，以为自己这些年喜欢的都是你，但其实不是，我早就爱上了清源，他才是我唯一爱的人。不可能，你爱的是我，不是许清源那个贱人。对不起，师姐，如果我当初的行为让你产生了错觉，我在这里郑重地向你道歉，我愿意弥补，我可以用任何方式弥补你，除了爱。如果打我可以让你消气，多少巴掌我都愿意接受。妈妈，我看到木星了，它好亮啊！陆叔叔送的望远镜我好喜欢。喜欢就好。江蕊，这就是你报复的手段吗？太 low 了。你都看到了，别理他，这种毫无证据的抹黑，业内人都看得明白，不会影响你的声誉。我不在乎同行怎么看，我怕的是这些负面新闻会影响律所。妈妈，陆叔叔说过，坏人做坏事都会被星星看到，星星会惩罚他的。江阿姨做坏事一定会受到惩罚的。有我在，不会让他影响你和子涵。谁啊？哦，没谁，敲错门了。清源，清源，你在家吗？你没事吧？我看到蒋蕊在网上发的文章了，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。我已经让公司的公关团队处理了，会尽快把负面新闻压下去，不会让你和子弄受影响。知道了。周先生，清源现在是君泰律所的合伙人，律所自有专业的公关渠道和危机处理团队，这件事儿我们能处理好，就不劳你费心了。谢谢你们的好意，但这件事我想自己处理。不愧是我们 Rose 叔，人狠话不多。马屁精，
不过清源，你确实比以前干脆利落多了。你也高明不到哪里去。你们两个够了。对了，家里还有一些子涵的衣物和玩具，你那时候走得急，落在家里了。明天我没事儿，你要不要去拿一趟？明天清源没空，他要到社区进行公益活动。那后天我也有空。后天清源要出庭，也没空。我是在问清源，你回答个什么劲儿？我是以律所合伙人的身份在替清源发声。妈妈，我的奥特曼还在家里呢，你帮我拿回来吧，求你了，求你了。那好吧，就明天上午吧。好，我明天在家里等你，不见不散。我还有事跟清源说，你走就是了，推我干什么？已经很晚了，清源和子涵需要休息，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。妈妈，爸爸和陆叔叔都在追你，你更喜欢谁呀？人小鬼大。我已经7岁，是大孩子了，所以妈妈到底更喜欢谁呀？这个嘛，就要看他们的表现喽。明远，明远。难道他换密码了？送给你，我心中永远的 Rose。那个，我就是来拿子涵的东西，拿完我就走，不用这么隆重。这不会也是为我准备的吧？今天的一切都是为你准备的 ，All for you。这是你最爱吃的黑林3蛋糕，还有你最爱的7分熟肉眼牛排，哥也是你最爱的。谢谢。那个饭就免了，我中午还有事儿，拿完东西就走。等等，清源，难道你连一顿饭都不愿意跟我一起吃吗？我为了你赶走了江蕊，换了大门密码，还准备了你最爱的吃食，你都不愿意给我一个机会吗？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周明远，你还是不明白什么是爱。你现在做的一切都是在替自己赎罪，并不是真的考虑我的感受。如果你真的爱我，就应该从我的角度出发，而不是强行加给我一些东西。那陆承泽的做法就是爱了吗？你还是不明白，等你想明白了，我们再谈吧。果然是你这个狐狸精在勾引周明远，他才不接受我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准备好了吗，小勇士？今天我们要在外面露营过夜哦。准备好了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，冲呀！慢点，慢点。你看那7颗星星连起来像一个勺子，那就是北斗七星。传说啊，有一位美丽的仙女，她化作了这颗最亮的星星，守护着我们。陆承泽、周明远啊，好烦！不想了。
和子涵出来忘带啤酒了，那边的商店应该有卖的吧？陆承泽、周明远，怎么是你们？疼！清源，我头上的包也需要冷敷。来，自己按着。不是啊，你们干嘛偷偷跟着我呀？来露营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。你不是不喜欢人强加给你不喜欢的东西吗？你和子涵出来露营，我又不放心，所以只好偷偷跟着你。我去周明远家拿东西的时候，你也在现场。哦，露馅了吧？你还是不明白，等你想明白了，我们再谈吧。疼！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我以为周明远已经够幼稚了，结果你比他更幼稚。喂，陆承泽，我也郑重的跟你说一次，我现在没有心情考虑下一段感情，只想把工作做好，把子涵照顾好，仅此而已，你明白吗？我明白，所以我绝对不会强加给你不喜欢的一切，一切顺其自然。我周明远也发誓，永远不会强迫你做任何不喜欢的事情，绝对不会强加给你不喜欢的一切，顺其自然就好。你抄我台词？那你还偷听我和清源讲话呢？谁知道你会不会意图不轨？我当然得跟着了。我看意图不轨的人是你才对吧？你们两个我都不管了，自己敷吧，我买啤酒去。我们两个呀，是天下第一最好。他们是谁？他们说这片归他们管，要收过夜费。过夜费？但我记得我们已经交了在这片营地露营的各种费用。我说收费就收费，他们收的归他们收的，跟我们不是一回事。你们别废话，赶紧把钱拿出来，赶紧来！你还让不让我说了？老大请。这样，我们道义有道，今天我们只要5000块现金，多了我们也不要。现在谁出门还带现金啊？是啊，老大。那这样，你选其中一个一起去拿钱，剩下那个要给我们做人质，半小时内不回来，我就要他好看。给你10秒时间做选择，不要浪费我的耐心。10、9。清源，你选谁我都不会怪你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7。既然他都这么说了，清源你选我。5。嘿，见过不要脸的，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。你这叫顺杆爬，你知道吗？我可没逼你，是你说尊重清源的选择，我为自己争取一下有什么错？没见过你这样的，知道吗？今天爷就让你见识见识。4。你这种人就欠收拾，你才欠收拾，你全家都欠收拾。好了，你们两个分肾收的欠收拾，有欠责怒，你欠收拾。好了，你们两个不要吵了。老大，他们怎么自己吵起来了？这不对呀！你这种人，老大，他们是装的，故意分散我们的注意力。我看出来了，还用你说？好的不学，学人抢劫。你知道你抢劫的是谁吗？2个大律师，1个公司总裁，分分钟把你们送进去，让你们牢底坐穿。大哥大姐，放我们一条生路，这真的是我们第一次抢劫。对，第一。第一次抢劫就遇到我们，
你们也算是踢到铁板了。没想到第一次心有盟云是和你，也是够恶心的。你以为我乐意？公平竞争，公平竞争。你俩喝假酒了，好瘆人。事情处理完了，我已经打电话跟派出所报了案，他们会带人来把他俩带走，到时候我们3个去做个笔录就行。手下留情啊，大姐！你叫谁大姐？小姐，还是叫我许律师吧。我已经跟警察说过了，你们这算抢劫未遂，到时候我会签谅解书，你们也用不着坐牢。谢谢许律师，但是你们要答应我，再也不能做伤天害理的事情。我们答应你，一定不会再做坏事了啦。经过这几个月的治疗，子涵小朋友已经完全恢复了心理健康，你们家长的陪伴和照顾也功不可没。太好了，谢谢医生，感谢您这段时间对子涵的悉心治疗。后续你们也需要多多关注他的心理状态，不过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了。好的，医生，我们一定注意。就这款吧，今天是子涵的生日，你们2个也一起过来吧。这个蛋挞新鲜，子涵肯定爱吃。全麦食品的营养价值更高，子涵正在长身体，应该多吃。我记得清源爱吃红豆腐。胡说，清源明明爱吃菠萝。你们2个差不多行了。幼稚。我的手！完了，我把糖当成盐了。你们还是出去等着吧，再帮下去，这顿饭就没法吃了。你说，听清源会不会喜欢我买的虾？肯定喜欢我买的鳕鱼，毕竟是我精挑细选的。饭快做好了，你们谁去接一下子涵放学？我们2个一起去。喂，怎么了？接到子涵了吗？清源，不好了，子涵被人带走了。什么？刚才放学我来接子涵，老师说她被一个自称是你朋友的女人接走了。那个女人说是许律师的闺蜜，还能叫出周子涵的小名，我才……子涵有没有说什么？她好像有点犹豫，但那个女人说你临时有急事儿，让她来接，孩子就跟着走了。我马上调学校门口和周边的监控，你别慌，子涵不会有事的。是江蕊，一定是他，他想报复我。都怪我，我要是早点来接子涵就好了。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，把人找到最重要。你们不要着急，我已经让朋友帮忙锁定车辆信息，正在追踪位置，应该很快就能找到。放心，江瑞现在走投无路，不敢对子涵怎么样，他只是想以此要挟你。子涵不是他的主要目标。你是坏阿姨，被我妈妈打败的坏阿姨，我妈妈一定会来救我的。你妈妈？她现在肯定急得团团转发。来，让她撤回对我的所有指控，再给我100万，否则我就……我不打，你做了坏事就应该受到惩罚。
什么？我妈妈说，遇到坏人要保护好自己，还要留下证据。你说的话我都录下来了，你再也跑不掉了。妈妈说，证据能让坏人伏法，你别瞎抢。小东西，连你也要教训我，你也配！跑啊！你以为你跑得了吗？你别过来，再过来我就不客气了。我治不了你妈，我还治不了你这个小屁小孩吗？你敢伤我，我要你不知道怎么死的！喂，是我，江蕊，果然是你绑架了子涵。你现在在哪儿？有什么条件尽管提。妈妈，子涵，你没事吧？江如，你不要动他，有什么事情冲我来。我当然是冲你来的。许清源，你不是很拽的吗 ？Rose X 从无败绩，现在连周明远都想把你追回来。现在说这些还有意义吗？你到底要怎么样？这样，你给我准备500万，明天下午1点钟到京市北边的废旧仓库，确认收到钱，我就会放了你女儿。但是如果你敢报警，就别怪我手下不留情了。喂，子涵，子涵！江蕊这个毒妇，当初我怎么没看出她这么蛇蝎心肠，竟然对小孩子下手，真是太无耻了。现在不是埋怨自己的时候，重要的是怎么找到子涵所在的地点，以及明天交赎金怎么安排。明天我一个人去，你们谁都别跟着，否则我怕他真的对子涵不利。可是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，瑞现在已经完全丧心病狂了。周明远说的对，不管怎么说，绝对不能让你一个人面对江蕊。好，子涵知道有这么多人在关心他，一定会很高兴。赎金我来准备，我让秘书把钱送过来，明天我们一起去。来喝点咖啡吧，你们俩这么熬着也不是个事儿。是我连累了子涵，我这个母亲做的太不称职了。我这个父亲也不称职，之前居然偏袒江成宇和江瑞，让子涵受了那么多委屈。我这个叔叔也不够称职，知道江瑞心思歹毒，还没有趁早把子涵保护起来，害他被江瑞带走。好了，今天不是批斗大会，明天我会把子涵安全带回来。是我们一起把子涵带回来。我真是年纪大了，怎么才半夜就有点熬不住了？我也是，怎么感觉天旋地转？你们两个好好睡一觉吧，睡醒了我就把子涵带回来了。你在咖啡里下了安眠药，你要一个人去面对江蕊。我知道你是没有2个男人，但你只能1个人来，否则我就撕票。你不能一个人去，江氏不会放过你。子涵会感谢你们2个的。子涵，子涵，妈妈，我在这儿。你终于来了，我的 Rose X。江蕊，你言而无信，你说过只要给赎金就不会伤害子涵的。这不能怪我，是你女儿非要逃跑，我也是负了伤的。现在赎金已经带来了，你是不是可以把人放了？是吗？我说过吗？但我是绑匪，
我现在让你用那根绳子把自己的脚绑起来，你照不照做？你想干什么？这滑嫩的小脸，如果挨上一刀，不知道会不会留疤。好，我照做就是，你别动他。废话那么多，我的耐心可是有限的。看到你那边的手机了吗？打开手机。拿起 A4 纸，打开手机的直播，然后照着念。你觉得就算我直播按照你写的读出来，所有人就会以为你是清白的吗？你到底读不读？不要挑战我的耐心。你知道我这个人从来都是说一不二、雷厉风行的。好，我读。我许清源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陷害职业律师江瑞，使其律师执业证被吊销，更对其社会名誉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影响。在此，我对江蕊律师表示诚挚的道歉。原来真是许清源陷害江蕊啊！不能吧？江蕊伪造证据是铁板钉钉的事儿了。喂，什么事儿？陆律，你看许律的直播了吗？什么直播？嫉妒使我面目全非，也使我变得丧心病狂。你看清泉一直在看镜头之外的地方，那里是不是有江妮在用子涵威胁他说出这些话？一定是的。不行，我们得赶过去救他们母子。再晚我怕江妮做出更丧心病狂的事儿。我已经全部按照你说的做了，你可以放了我女儿了吧？你的孩子是孩子，我的孩子就不是孩子了吗？3年啊！那是他罪有应得。江离，你走到今天，从来不是别人的错，是你为了胜诉不择手段，伪造出生证明，甚至教唆孩子刺业的责任。你的失败是你亲手造成的。不是这样的，我本来用光明的未来，这一切都是你害的，都是你害的！住手！你怎么来了？谁让你来的？不是说了让你一个人来吗？我没有叫明远来，是我自己要来的。江蕊，放开我女儿！你要做什么，冲我来！周明月，你这个负心汉！你明明喜欢的是我和程宇，为什么要变心啊？我和程宇把全部倾注在你身上，你却转头去爱许清源和周子涵。师姐，你回头吧。劫持儿童最高可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加上你之前的行贿、伪造证据罪，数罪并罚，只会让你在牢里度过更长时间。现在放下武器，是你唯一的出路。我不回头，都是许清源害的。我本来能成为顶尖律师，能让我儿子过上最好的生活，现在什么都没了。只要你放了子涵，不伤害他，我和清源可以签谅解书，不提起告诉，好吗？真的不告我？妈妈，我好害怕，但我记住了你的话，录下了他的话。许清源，我不会放过你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妈妈，我没事了，你别哭。我去开门，我去开门。陆叔叔，爸爸，你们来的正好，马上要开饭了。这是补送你的生日礼物，一辆仿真坦克车。爸爸也准备了礼物，一整套奥特曼，喜不喜欢？哇，爸爸和陆叔叔送的都是我喜欢的礼物，谢谢爸爸和陆叔叔。你们来啦，正好开饭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现在可以许愿了。我希望妈妈可以找到一个真正爱护她、照顾她的人。乖女儿，你这是要让你老爸难堪呀！妈妈，你到底选好没有啊？是陆叔叔还是爸爸？你不觉得现在这样就挺好的吗？哇，妈妈你是渣女啊！人小鬼大，还知道渣女。不过妈妈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，你先交给时间吧。好的。对不起，宝贝，让陆叔叔和爸爸陪你过生日吧。妈妈要去做律政精英了。